你在朝堂面圣的时候，女帝瑶溪出了道考题，朕问你：当你亲手杀了仇人全家，看着满地尸体，心头畅快的时候，却发现屋内还有一个孩子，这时你该当如何呢？你拱手，草民会说：记住我的脸，下次见面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此言一出，其他百官纷纷点头。这小子的回答颇有仁义之风，看来将来能做个好官。可女帝却面带失望。这个问题看似好答，却别有玄机。如今的幽冥帝国，朝堂腐朽，党争严重，更有天下纷纷割据，士族林立。他不缺精通经义的人才，却唯独需要一个恶人。试问，仇人之子又亲眼目睹满门被灭，若不斩草除根，难道等20年后让他再来报仇吗？为了仁义和道德，却让自己与家人都置于危险之中，这萧凡未免太过愚蠢。刚准备挥手，却听到你声音再次响起。我还没说完，说完这句话后，我会转身离开，然后再猛然回头，大笑一声：哈哈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！一旁的文武百官们都傻眼了，这什么操作？我幽冥帝国自立朝以来，仁义之风盛行，这种回答未免太过惊世骇俗。你老爹咬牙站出，孽子无才，冲撞了陛下，使臣管教无方，还请陛下责罚呀！没错，在这一天之前，你穿越到这个世界有名的纨绔子弟身上，父亲是户部侍郎，可偏偏身体原主醉酒接了皇榜，上面的内容是幽冥帝国女帝瑶溪渴求贤的强国，不惜出重金，许诺但凡接下皇榜者，不论出身，皆可进殿面试。可是沽名钓誉者，视为欺君之罪，所以老弟笑声好极。女帝呵呵一笑，哦，朕为何要责罚？一时间，百官们都愣住了。大有依法治国，仁义成风，可这歹毒的萧凡，连手村里的小孩都能下手，这有违道德啊！紧接着，一个声音响起：陛下，杀人不可头点地，昔日之仇，满地尸体便够了，可这萧凡却连小孩都不曾放过，手段未免太过残忍。此等冷血之人，一旦为官，必定为祸一方。顺着目光看去，此人正是状元清元浩。一旁的老将林秀连连点头，秦状元言之有理，我大幽男儿的大刀应当上阵杀敌，而不是斩杀手无寸铁的老幼。闻听此言，瑶溪更有兴趣，可并未出声，而是想看看你该如何应对。你呵呵一笑，林将军言之有理，夏某的大刀的确不斩老幼，但萧某还有一把小刀。秦元浩嘴角抽搐，你巧舌如簧，却难言你残暴本性。一拱手，秦状元高风亮节，草民佩服，但草民只是一介普通人，做不到放过那个小孩后，令家人此后10几年都在不安中度过。你怎么知道10几年后他还会再报灭门之仇？呵呵一笑，按陛下所设，若当年小男孩的爹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，又何来今日灭门之祸呢？草民可以愧疚的活一辈子，但绝不能担惊受怕的活一辈子。斩草要除根，这是他爹教我的道理。此言一出，瑶溪眼中闪烁异彩，这观点够毒辣。你继续道，当然，方才的猛然回头只是一句笑话。若是草民当真面对此情此景，会先给他碎银几两，并放他离开，接着再看他奔向何方亲友，或被何人接走，最后一并除掉。动手时要谨记，正常人的心脏在左侧，但有人在右侧，所以得左右各来一刀。此话一出，文武百官都沉默了。幽冥帝国大将立伏点头，陛下，萧凡所言不无道理。若是小男孩他爹懂得斩草要除根，也不会有今日灭门之祸。末将赞同。瑶溪点头，若真是灭门之仇，这个小男孩恐怕仇家府邸里的蚯蚓都要砍成2半。斩草除根，萧凡，你对第一题的回答朕很满意，但这只是一个小小考验罢了。想当我大幽的官，可没这么简单。接下来这题不光是考萧凡，重爱情也可畅所欲言，令朕满意者必当重用。题目如下：你是一个外地茶商，在江南穷山僻壤承包了一座荒山，可想种茶就得先开荒，但当地百姓却无比懒惰，不但不愿开荒，招到的人干活也特别懒散。眼下种茶日越来越近，这该当如何呢？话音落下，文武百官纷纷陷入沉思。林秀元上下大笑，陛下，这有何难？1倍工钱每人，那就2倍、3倍。重金之下，害怕没百姓先开荒吗？瑶溪摇头，此言差矣。这是商贾，自然重利，3倍工钱国有百姓响应，但成本岂不是大幅提高？再者，百姓就算上工，也大多懒惰，茶商在江南毫无根基，难以约束，这又何解？林修元脸色一变，是末将考虑不周，但陛下此题未免太难。当地穷山僻壤，百姓实行懒惰，若不提高工钱，那不也响应呢？而懒惰更是人的本性，这消极怠工根本无法抑制，此题无解啊！瑶溪冷哼，今日选拔为国为民的大才，又岂能太过简单？大幽天下，别的更难处理的政务比比皆是，难道就全部放任不管了吗？林秀元连忙下跪，末将不敢。这道题开荒不难，种地不难，但想要以最小成本、以最快的速度开荒却很难。清元浩，你待我大幽状元，据说8岁作诗，12岁通读经义，乃长安4大才子之一，文采惊人，你有何解呢？清元浩摇头，
陛下，臣还未想好，但再给臣一炷香时间，必能给一个满意答复。最后，妖夕目光看向你，呵呵一笑。站在茶商的立场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：低价雇人开荒，速度则是越快越好。但当地百姓大多懒惰，开荒又苦又累，茶商在当地又没有威望，百姓必然3天打鱼2天晒网。想达成目的，必须玩弄人性。草民的办法很简单，只需布置一个西侯局即可。哦，如何玩弄人心，又如何做局呢？我若是茶商，便先以3-5倍工钱雇来10几个百姓开荒，前几日时间令他们集中，百姓若突然只管呵斥并满脸着急，伪装的像一点就行。百姓们懒惰成风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急得上蹿下跳的样子就像一只猴子，甚至暗地里还会嗤笑我继续偷奸耍滑。但几日后，我在这荒山买入几颗黄金，此局变成。妖夕眼前一亮，此计真妙啊！黄金买入荒山，先前的百姓一直集中开垦，一旦被挖出，必瞒不过其他人，到时候等他们争吵，为了借机满脸紧张，让他们交出黄金，甚至再给上一些银子，让他们不要透露从山上挖出黄金的消息，以免让人前来抢夺。如此一来，要不了多久，荒山下有金矿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村子，只需1-2块黄金，人心的恶就会暴露无遗。这些目睹挖金的百姓，在金矿的诱惑下，必然焦躁难安，甚至会动员一家老小偷偷上山，此乃人性使然。到时谣言只会愈演愈烈。此时无需工钱，必会有无数人扛着锄头上山连挖地。话音刚落，百官纷纷哗然。萧父一脸震惊看向你，这是我的儿子？难道这小子这开窍了？你暗笑，前世自己玩弄资本创办公司，这点小场面还不是洒洒水？妖夕点头，精彩！以黄金勾出人性贪婪，令全村老小自愿上山开荒。后续这随意在山上不同地方埋下黄金，令百姓们坚信现有金矿，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开荒的工钱，他们还会连夜开荒。萧凡，你果然没令这失望，此计甚妙。呵呵一笑，陛下且慢，此局还未结束，相反，最险恶的地方才刚刚开始。妖夕心达成了快速开荒的目的，还只是开始嘛。穷山僻壤，百姓懒惰，当地县令肯定捞不了油水，大概率是个贪官。做局之前可用重金贿赂，若有县令相助，此局事半功倍。萧父脸色大变，孽子，你胡说什么？无妨，莫说这是假设，纵是我大幽的穷山僻壤，贪官难道还少吗？萧凡，你继续说，贿赂县令后呢？荒山依大幽律法乃是茶商私人领地，村民连夜上山挖金，已触犯大幽律法。我若是茶商，便立刻上报官府，派官兵前去拿人，命他们交出挖出来的黄金。百姓善妒，大多见不得他人过得好，必定会相互举报。听到这儿，凌修元脸色发白，1分钱不发，去免费让百姓开了荒，就连挖出的黄金也要归还回去。这萧凡未免太过狠毒。妖夕暂时点头，先贿赂县令，才用人性之恶拿回黄金。此计虽然阴毒，却以最少的工钱完成了最效率的开荒，果然是一条妙计。秦昊脸色阴沉，他可是长安4个才子，秦氏的长公子，更是当朝状元，怎么能被这个小灰毛敲了风头呢？立刻拱手而出，贿赂县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村民至多也只是将黄金还回去，但你却冒着杀头的风险，值得吗？呵呵一笑，秦大人，天下官商勾结之事还少吗？清官还是贪官，民间走一走便知。并且此计毒辣还不止于此，若这些黄金外面是金，里面却是铜呢？这人竟能如此歹毒！你的笑容却更加温和。只要县令配合，完全可以当场剪开还回来的黄金，再倒打一耙。诬陷村民将黄金私藏，当庭上刑。普通村民难道扛得住严苛的刑罚？只需几个大刑，这些挖出黄金的村民便会被屈打成招。这时，哪怕他们明白了一切，也已经晚了。没有银子偿还，就只能签下卖身契，终身为茶奴。当然，我若是那个茶商，一定会严防报复，出行多带几个护卫，同时再向这些卖身茶奴们许诺，只要再给我工作个5年10年，便还他们自由。干活干得越勤快，就越快归还。等赚了钱，生意做到以后，为了方便运茶，还可以修个路建个桥。当然，对外肯定宣称是方便村民们出行，这样还能收获一个大善人的名声。妖夕心中大震，见到他这个出题人也被震惊。如今天下乱象盘踞已久，常规手段难以根除，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人，非常规之手段，唯有利用人性之恶才能治国安邦，成为他妖夕的治世能传。刚才开口，凌修元窃喜的浑身发抖。陛下，此局未免太过阴毒，和我大幽仁义之父相悖，还请陛下重罚相反。臣父也，臣父也。萧父脸色发黑，这站出来的大半数人是他们萧家的政敌。正所谓机无好坏，全在于用计人，一念之间。犬子此计虽略显毒辣，但还请陛下明鉴。
秦宇浩心中暗恨，女殿下刚刚登基，中书舍人负责造领极为重要，眼下也正好空缺。本以为这心腹位置必定是他这个当朝状元，却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萧凡，拱手而出。陛下，臣也同意拎老将军的话，此计太过毒辣，万万不可采纳。姚熙冷哼，既然诸爱卿觉得此计太过毒辣，可有更好计策呢？此时空气却突然安静了。在朕眼中，计无好坏，能达成目的的计策就是好计策。萧凡的计谋放在茶商角度上合情合理，甚至是最好的办法。若天下人皆无愧心，那又何来贪官污吏呢？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天下贪官皆是心思恶毒之辈，对恶人就当用恶计。眼下正值天灾，粮食欠收，各地粮商纷纷囤粮加价，百姓已经买不起米了。接下来，萧凡为了证明你的能力，你和秦状元两人分别前往两地救灾，看谁能又快又好解决这个问题。朕乏了，退朝。